订婚当天，未婚妻丢下我，带白月光离开。她说：“没看见林然受伤了吗？订婚哪天不行？你就这么恶毒，非要看见他死才开心吗？”我看向季林然那慢一步就能愈合的伤口，惨然一笑：“这婚别定了。我参加我的20年农种培育，他与白月光长相厮守。后来我坚守岗位，为人民奋斗，未婚妻却后悔等了我40年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尹怡人，你确定要为了他放弃订婚？在尹怡人再三的选择下，我依旧固执地盯着他的目光，期盼着不一样的答案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与我想象的结果没什么不同。尹怡人特别生气，他愤怒地踢倒了面前的凳子，眉宇间皆是不耐。怡人，今天是你们订婚的日子，要不然结束了再去。我的朋友试图跟他打商量，尹怡人讥笑：“订婚订婚，要脑子里只有订婚，你随便找个人娶行不行？”我再说一遍，让开！怡人，算了吧，我可以忍。窝在他怀里的季林然抬起睫毛，露出苍白的面颊，从我这个视角正好看到他虚弱无助的一面，以及快要愈合的伤口。嘴上说着算了，痛呼声却没有停过，尤其是他的表情，倔强地咬着发白的唇角，仿佛在说：“我没事，我可以。”林然，你就是太懂事了，要不是因为他，你也不会受伤，他凭什么拦你？时间倒回到半小时前，季林然身穿白色西装，盛装出席，最重要的是与我撞衫。要是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他才是主角，但落在尹怡人眼里，就是我故意欺负他。他质问我：“郭宏远，你是不是故意通知林然穿白色，就为了让他出丑？怎么会有你这么心机的女人？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，我和他就是朋友，你为什么要针对他？”宾客全部安静地注视着闹剧。季林然委屈撇嘴：“怡人，这不怪宏远，是我觉得这样正式的场合就应该穿白色，跟他没有关系。你们别吵了。”说话时，他哀怨的目光时不时看我，那双眼睛在替他说话，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他。尹怡人更加生气，尤其是不长眼的亲戚发出讥讽，他想也不想把我推倒在地，恶狠狠开口：“郭宏远，别以为林然替你说好话，我就可以放过你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这样，这婚别结了。”那一刻，我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。我知道尹怡人不爱我，他有自己的白月光，但我没想到他可以为了他丝毫不顾及我的面子。痛，摔到的地方痛，心里很痛，痛得我想揍季林然一拳。啊！我朋友比我更先出手，他们扯住季林然的头发，想要打他，却被尹怡人拦下。争执间，不小心抓伤了季林然的手腕，很轻的伤口，连血珠都只冒了一颗。可尹怡人非要带他去医院，为此甚至可以丢下我们的订婚。去吧！闹哄哄的人群中，我的声音不大不小。已经抬脚的尹怡人停滞在半空中，不可思议地回头看我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去吧。”他的目光瞬间变得柔和，就连说话都放轻了语调：“郭宏远，谢谢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弥补你的。”最后一句话格外模糊，因为尹怡人已经离开了。宏远，订婚闹出这么多花样，不少人同情我，也有不少人想安慰我，可我只是沉默地整理衣服，朝角落的一个老人走去。宏远，你这是想好了？老人是著名的农种培育专家，亦是我的老师，他很看重我，在我毕业后，多次邀请我加入他的培育团队，均被我用要结婚为由拒绝。现在，我摸了摸痛到发酸的心脏，露出苦笑：“陈老，
你已经看到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沉迷这些俗物。我愿意参加你的团队，这并不是我头脑一热的结果，请你相信我。我认真地看着陈老，他露出满意的笑，将我带到无人的地方。宏远，我相信你，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。陈老与我有很大的渊源，可以说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因为他。谢谢你，陈老，我一直都没有忘记，我出来的初衷是为了让家乡吃饱饭。高中时候，我因为家里太贫困，辍学在家挖地。是陈老去传授农业知识时看到了我，他告诉我，走出去才能让更多人吃饱饭。为此，我努力了那么多年，怎么能那么随意就放弃？我就知道，我认识的郭宏远不会那么懦弱。3天后出发，我等你凯旋而归。陈老说完，喉咙咳嗽了几声。他老了，国家和农业需要新一代的力量。我赶紧替他顺顺胸口，送他上车。宏远安排好一切时，尹怡人的父母焦急跑向我，他们想为自己的女儿辩解些什么，可我只想到，刚刚那么多人的场合，他们完全没有帮我的意思。现在又装什么？有什么事吗？我维持了自己最基本的礼貌。尹母尴尬一笑，宏远，我知道怡人今天是冲动了些，可她与林然算得上穿一条裤子长大，担心她是应该的。你别生气。我没生气，我平淡地开口，背部隐隐作痛。尹怡人推我时并没有收力，我是实实在在地摔在地上，估计骨头都青了。没生气就好，没生气就好，这是我们给你的补偿。尹母拉住我的手，放上一沓钞票。我透过他虚伪的笑容看到了肉痛，明明舍不得，却还是为了女儿不得不挽留我，多可笑！我往回退了一步，语气疏离：“叔叔阿姨，无功不受禄，我先回家了。今天是我最期待的一天，但结果不尽人意，不如早点回去睡觉。”尹父尹母没有拦我，他们不傻，今天这么大的事，谁都会难过。对他们而言，我只要不闹，就是最好的结果。6月的天气时常多雨，我回去到一半，被大雨拦在了一家便利店外。巧合的是，李怡人和季林然也在这里，他们丝毫没有被我发现的尴尬。2个人甜蜜的购物，眼里只有彼此。我瞬间觉得伤口更痛了，尤其是心口，像被划了一刀，往外不停流血。怡人，你要不要去解释解释？结账时，季林然翘起受伤的手腕，怯生生指我。尹怡人只看了我一眼，有什么解释的？他的声音里毫无情意。我身子一僵，下意识就想逃离。宏远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那么大的雨，别淋湿了。为了今天的订婚宴，我特意选了白色的燕尾服。此刻在风雨中，不仅冷，还因为白色被弄脏后显得更加狼狈。别过去，没看见他衣服都湿了吗？给你弄到怎么办？刚踏出左脚的季林然被尹怡人一把拉住，扯进怀里。那么大的雨，你刚受伤，别管他。一个跟踪狂罢了。跟踪狂这3个字让我难受的想要落泪。原来在他的心里，我就是个跟踪狂，多可笑啊！我的未婚妻搂着别的男人，责怪我发现了他们的奸情。怡人，你别这么说，宏远是你的丈夫。季林然窝在尹怡人怀里，冲我歉意一笑，让我的窘迫更加无处遁形。我们走吧。尹怡人并没有感受到我的困境，又或许感受到了，但那又如何？他不在意我。尹怡人，2人快要消失在雨夜时，我摸了摸手臂，沉痛开口：“能不能给我一把伞？”白色的礼服被浸湿后遮挡不住寒风，我不能再继续等，否则黑夜会有说不清的危险，还会让我感冒。可以，不可以？2道声音一起传来，
纪林然扑哧一笑，挣扎着就要去抢尹宜人的伞。他有身高优势，但怕尹宜人伤到，特意弯下腰，用另一只闲着的手去固定他的身形。宜人，把伞给宏远吧，我们开车回去。纪林然下意识地板起小脸，说起话来却温柔的能溺出水来。尹宜人没忍住，笑着摸了摸他的脸颊，再回头看我时，只剩下愠怒。郭宏远，真是辛苦你跟上来演这种戏码。你是生怕林然伤口不发炎是吗？一点小雨而已，既然要演苦肉计，你就淋着吧。他说完，完全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就连纪林然想要回头，都被他用力掰回脑袋。雨越下越大，我固执地盯着黑夜里消失的人影，眼泪滑落。尹宜人大概忘了，这段婚姻是他求来的。那时候我爸妈不喜欢他，因为他孤傲，不好掌控，还有一段轰轰烈烈的过去。可奈何我喜欢尹宜人，从小就喜欢。他在纪林然身后追了几年，我就在他身后追了几年。确定恋爱那天，也是这样的大雨，尹宜人被甩了，纪林然爱上了自己的学妹，尹宜人淋了一夜，我为他撑了一夜的伞，又在之后照顾了他3天。后来他深情款款地拉着我，宏远，我们结婚吧，几个字，我溃不成军。爸妈指责我不要脸倒贴，为了一个女的不顾家人颜面，尹宜人就跪在我家门前保证他一定会对我好。可现在呢，他跪着求来的婚姻也被他弃之如敝。我真傻，最傻的就是我。爸妈说的没错，尹宜人没有爱过我，他只是当下没有更好的选择，后来选择回来了，他不要我也情有可原。孩子，我的雨衣借你。在我哭得泣不成声时，一位拾荒老人靠近，他擦了擦额角的雨水，把雨衣递给我，笑容温柔。孩子，这是我刚买的，不脏。明明他的衣服也在滴水，可依旧朝我展示手里的雨衣，只因为怕我嫌脏。我顿时哭得更大声。拾荒老人无措地揪了揪衣角，孩子别怕，我去给你买新的，你别怕。老人说着就要冲进雨里，我急忙出声，不用，这个就挺好，挺好。回去的时候，我和老人一起把雨衣披在头顶，虽然衣服依然被浸湿，可能看得出来，他努力地护住了我，并且讲笑话逗我笑。分别时，我想要给他一些报酬，老人笑呵呵地制止我，孩子，我是看你一个人在外面哭，想着陪陪你，不用感谢我，只要你好好活着，我就满足了。说完，老人转身离开。他很乐观，隔得很远我都能听到他吹小曲的声音，给了我莫大的力量。这不是能回来吗？我没想到，打开家门还能看见尹宜人这张脸。他没有和纪林然去别的地方，反而跑到我们的婚房，让他穿我的衣服和拖鞋。不好意思，宏远，我受伤了。宜人担心我，非要我来家里。纪林然慵懒地躺在客厅的沙发，面前放了几盘水果，那都是我买的。先前尹宜人还嫌我麻烦，他说你又吃不了那么多，买了干嘛？放在冰箱还不是坏。现在他亲自动手洗了切好，放在心爱的人面前，还真是讽刺。被爱的人果然连草莓都是无籽的。没关系，我抖了抖身上的寒风，低头时看到了空空如也的鞋架。这套房子是婚房，刚搬进来，并没有多余的拖鞋。尹宜人没给纪林然准备，我的自然就没有了。可林然受伤了，不能着凉，你的鞋子就给他穿吧。尹宜人像是觉得不对，不自在地咳嗽几声。反正林然的伤也是因为你才有的，你就当补偿他。他说着举起纪林然的手，上面贴了个卡通 OK 绷。我不禁想起那一小点破皮的伤口，心中涌起密密麻麻的无力。我知道了，
千言万语化作一句知道。我脱下鞋子，踩在地板上，凉凉的，跟我此刻的心境十分相像。宏远，你穿吧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忘记买鞋子了，你不要介意，我拿去给你重新洗。季林然局促地脱下鞋子，活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我赶在尹怡人生气之前，蹲在地上，把鞋子放到他旁边。你穿吧，这是我对你的补偿。我不知道季林然为什么会再次回来，但看两人的亲密劲，我走后，他们一定会走到一起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跟他再争？左右我都是过客，季林然才是终点。更何况最后几天，就当和尹怡人最后的告别。我留给他体面，也没精力再吵。他让你穿就穿吧。尹怡人虽然惊讶我的懂事，但她很开心，大概是觉得自己以后能过上2个老公的幸福日子。谢谢你，宏远，吃点水果吧。我一见你就觉得特别亲切，都是怡人。他说你不喜欢我，害得我都不敢和你玩。季林然穿上鞋子后，友好地揽住我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的手臂总无意地擦在我今天摔到的地方，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下意识推他。林然，季林然害怕的惊呼与尹怡人的声音折叠在一起，我顿时涌出不好的预感。郭宏远，怡人，你别怪他，是我没有站稳。尹怡人很生气，季林然楚楚可怜地躲在他怀里。我一遍遍深呼吸，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要离开了，没关系，最后再看他们演几次。可到最后，尹怡人几句话依旧让我痛得呼吸不顺。他把拖鞋丢到我面前，一脸厌恶。郭宏远，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怎么会有朋友？和你在一起真是我的耻辱。你好好反省反省。门被砸响，偌大的屋子只剩我以泪洗面。3天后，快到我离开的日子，尹怡人还是没回来，他在等着我去道歉。我最后摸了摸自己布置的新房，收拾好行李箱，很遗憾没能娶到自己喜欢的人，也很庆幸他不爱我，我才可以义无反顾地走。你要去哪？收拾完客厅最后一个角落，尹怡人回来了，他很不耐烦，喊我回来干嘛？知道错了，只要你愿意去跟林然道歉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。尹怡人，我打量着面前气质温婉的女人，露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我今天喊你回来，是想跟你说，我们不结婚了。突兀的铃声打断了我即将说出口的话。尹怡人疑惑地看我一眼，有什么事一会再说。林然砸碎了杯子，我过去看看他，他连2分钟都不愿意留给我。也罢，我将房子的分割协议放到桌上，走到门口的尹怡人回头，你刚刚说什么结婚？如果是订婚的事情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会补偿你。郭宏远，你能不能懂点事？房门关上，隔绝了我的视线，也隔绝了我所有期待。郭老师，我们是陈老派来的。有人敲响了房门，我倔强地抬起脑袋，阻止眼泪流出。今天我是打算和尹怡人好好告别的，也算是了结我们的缘分。可他不愿意听，那我只能自己离开。郭老师，需要跟家里人告别吗？他们接了很多人，我是唯一一个形单影只的。我摇了摇脑袋，爸妈有弟弟，小时候他们就是因为偏爱弟弟才让我辍学。后来为了和尹怡人结婚，我还给家里拿了30万。我实在没什么跟他们告别的，就算知道，他们只会责怪我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。坐上车后，微风打在我的面颊，我感受到自由的气息，也有一些悲哀。人生20几载，到头来我却连个挂念的人都没有，还真是可悲。叮咚叮咚叮咚，车子行驶到一半时，我的手机传来不少声音。此时距离我离开已经过去2天，尹怡人好像发现我不见了，
他气急败坏地骂我：郭宏远，我已经跟你说过无数遍了，林然身体不好，你倒厉害，晚起了离家出走，知不知道林然有多担心你？郭宏远，别以为玩消失我就会发了疯的找你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不回来道歉，我就再也不理你。郭宏远，你别来劲，我知道订婚那天你受委屈了，大不了我给你认个错。越到后面，他的语气越加软和，甚至带了丝卑微，尤其是最后一条，他说：郭宏远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你现在出现，我就再也不跟你计较，行不行？我真的认识到错了，你回来，我们立马订婚。订婚，我不由得想起那天被丢下的场景，谁还要跟他订婚？尹怡人，我不要了，就当送给季林然，他喜欢就是他的。我利落地删除拉黑，把尹怡人联系方式全部关进小黑屋。另一边的尹怡人气得砸掉了手机，屏幕掉在地上，砸了个四分五裂。怡人，坐在一边的季林然吓得皱紧眉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从小到大，尹怡人在季林然面前一直收着脾气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暴躁。郭宏远，尹怡人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咬牙切齿说出我名字。他这副样子真的把季林然吓得不轻，他半天没有再讲话，而是坐在一边沉思。林然，怒气散了大半的尹怡人连忙蹲在他面前，心疼地抱住他。对不起林然，都是郭宏远那个疯子，他居然敢拉黑我，我都是冲他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如果这个时候我在身边，我一定会嗤之以鼻，但我不在。季林然熟练地靠在尹怡人肩膀，闻了闻他身上的香气，我还以为是我惹你生气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回去轰轰宏远。男人最了解郁郁寡欢人，虽然我此刻舍不得你，但我也不愿意看着他难过，你快去吧。季林然故作洒脱，尾指轻轻勾着尹怡人的衣袖，原本心里有些郁结的尹怡人瞬间一扫而空。他温柔地抓住季林然的手，语气满是自信：那个男人才不需要我去哄，他又不像你，只有你才值得我哄。至于郭宏远，他气好了自然会来找我，他很自信。季林然无奈地瞅他一眼：哪有你这样对丈夫的，他一向擅长这一套。尹怡人开心地打趣他。很快，屋子里只剩下两人的笑声。那天，尹怡人是在季林然家里度过的，他很骄傲，特意发了个朋友圈，照片是一张屋外的风景，但透过窗户的反射，能清晰地看到季林然的身影。他很幼稚，想用这个方法让我吃醋，可他不知道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快到达梦想中的地方。第二天天刚亮，尹怡人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，他还有些懵，但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我有没有给他发消息。可他注定要失望，手机里空空如也，他打不开我的朋友圈，发信息全是红色感叹号。靠！昨天凌晨，尹怡人急急忙忙买来新手机，就是生怕错过我的信息。但一夜过去，除了几个相熟的朋友打趣他苦尽甘来，其余的都是垃圾短信。怡人怎么了？季林然从门外走近，他拿捏的尺寸很好，绝不在不清不楚时越矩，所以昨晚尹怡人睡在房间，而他住在客厅。宏远回你信息了吗？我好饿，好想吃早餐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只要季林然提出要求，尹怡人会忘记所有人，立马执行。今天他一反常态地僵持着脸。林然，郭宏远没有回我消息，我去看看他。那我送你。季林然感觉被冷落，语气不太自然，心尖尖生气。按理说尹怡人会放下手机，使尽浑身解数哄他，可现在他心不在焉地回了句大步跨出门外。关门时，
收不住脚的纪林然差点把脚卡在门口。尹怡人对此一无所知，他赶到了我爸妈那里，但早已人去楼空。他们害怕订婚失败后，尹怡人会要回到手的钱财，所以我随意一下，2个人就收拾东西，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了老家。那是个很偏僻的地方，尹怡人不知道在哪，偌大的城市，他甚至不知道我能去哪，哪怕是我的朋友，他也找不出半个。直到这一刻，尹怡人才发现他有多不了解我，而我知道他所有喜好，能准确地找到他朋友的家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这段感情一直都是我在付出，他是得到者，既得利益者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后，尹怡人回了我们的家，里面的设施没什么变化。我们购买的情侣水杯、拖鞋安静地放在原地。宏远，他感觉很欣喜，兴奋地一间间打开房门，寻找我的身影。到最后，他只找到一纸协议，我要卖了我们的婚房，房子已经挂出去，只要有人买，到时候会打到我们2人的账户上，1人1半。还有一张银行卡，上面是我能留给他最后的东西，30万，足够他重新付1套房子的首付。我不要他了，所以不会留我们的任何东西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尹怡人急得流出眼泪，他颤抖着从兜里掏出手机，一遍遍拨打，直到手机低电量，马上关机。郭宏远，你不可以不要我，你答应我的。哭着哭着，他像是想起什么，疯狂往外跑。认识的时候，我就曾告诉过他，如果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加入陈老的团队，研究出对社会有益的农种。从前，我很期盼那一天到来。尹怡人总嘲笑我痴人说梦，但现在他只能抓住这唯一的希望，朝陈老住处跑。我只说过一遍那个地方，尹怡人绕了3圈也没有找到，怎么可能？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只能一个一个问，一家一家找。但陈老是多重要的人物，没人搭理他，还喊来了保安。女士，请你离开。保安严阵以待，看热闹的人把路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这人找陈老干嘛？看他也不是陈老的学生，还真是奇怪，面生狠。只知道陈老在这一片，连哪家都说不出来，估计从别人口中得知，有什么事想要陈老帮忙。我看也是，但陈老不是离开了吗？他连这都不知道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尹怡人拼凑出真相。陈老带着团队走了，那说明我也走了。他们去了哪？尹怡人揪住最近一人的衣领，保安拿出电棍，女士，请你放开他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他去了哪？我只想知道他去了哪。我的丈夫不见了，他应该跟陈老一起走了。求求你，告诉我。尹怡人无助地落泪，他太绝望了，绝望到不得不向陌生人求助。我不知道，那都是机密。看到尹怡人哭，一堆人顾不上指责他，七嘴八舌地说出自己知道的东西。小姑娘，你的丈夫应该是加入了陈老的项目，那是为人类造福，你应该祝贺他。更何况他悄无声息消失，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。陈老眼光那么挑，手底下的学生个个出色，我看啊，就是你对不起人家。由于对陈老的滤镜，尹怡人再次成为被讨伐的对象。他无奈地滑跪在地，眼泪混合着汗水打在地上。对不起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好，我不是人。但我求求你们，告诉我陈老去了哪里。尹怡人一直是个固执的人，当初喜欢纪林然时，他可以数10年如一日的守护，现在他也可以为了找到我，丢弃所有形象。小姑娘，不是我们不告诉你，而是我们真的不知道，这涉及到了国家机密。你走吧，人活着就得往前看，这是你爱人的选择，
你应该支持他。没有人能说出陈老去了哪里。尹怡人无力地垂着脑袋，一直到傍晚，夕阳升起，打在尹怡人身上暖和不少。怡人，今天这一出，有不少人拍了视频发出。纪林然无意间刷到，黑着脸跑来：“怡人，你这是干嘛？宏远已经走了，你非要把自己逼死不可吗？快起来！这些事都因我而起，你放心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大不了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了。”纪林然显露出害羞的姿态。尹怡人看了他一眼：“林然，你回来那么久，该离开了吧？”尹怡人认为，我离开都是因为纪林然，只要他走，我就一定能回来。你什么意思？纪林然涨红了脸，尹怡人的眼神不再是痴迷，他冷冷扫了他一眼：“你不是喜欢学妹吗？回来这么长时间，他不找你吗？林然，你该回去了，别伤害了一个爱你的人。”他话里有话。纪林然干脆抓住他的肩膀：“怡人，我是为了你才回来的，这么长时间，你还看不出我的心吗？我需要看出什么？”纪林然，需要我提醒你一遍，我已经有未婚夫了，我们早就结束了。尹怡人颤颤巍巍起身，纪林然来了怒气，他死死抓着尹怡人的手：“怡人，你说过你会永远爱我，在我身边保护我的，都过去了。”尹怡人拽出纪林然的手，一步一步朝前挪。他太难过了，过去的种种记忆在脑海里疯狂侵蚀他的内心。纪林然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说完最后一句话，尹怡人回到了那个所谓的家。他疯了一般想砸掉所有东西，可他又不敢，怕连最后一丝回忆都被蚕食殆尽。1个星期后，尹怡人补办了订婚宴，他邀请了当初的所有人，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的过错。天亮了又黑，订婚宴的人来来去去，始终没有我的身影。他永远失去我了，永远。40年后，新农种问世，不仅口感得到提升，最重要的是产量是原来的3倍。陈老已经去世，我头上有了大半华发。郭老师，恭喜你的成功！政府代表人物与我握手。我走到陈老的墓前，他热爱这个地方，最后也选择葬在这个地方，以自己之躯肥沃这片土地。老师，我们成功了！我深深的鞠躬。阳光下，本就有些弯曲的背脊低到了尘埃，微风轻轻拂过，我好像感觉到了陈老的回应。他很高兴。新农种意味着又有更多的人能吃饱饭。郭老师，你的奖项需要在10天后前去领。为首的几人礼貌伸出手与我相握，我推了推鼻梁的镜框，伸出饱经风霜的手掌。40年前刚到这的时候，我常常因为伺候农种，手上多处划伤，后来时间长了，伤疤形成了厚厚的茧子，对我的手形成了保护，也带来了黑色的泥垢。不好意思，我常年干活习惯了，这你洗不掉。我礼貌性的解释。握手的人捏了捏我的掌心，双眼通红。这是郭老师为人民付出的证据，不用洗掉。你很好，你们都很好。这番话是对我40年最大的肯定，也是对陈老的肯定。谢谢。说出这2个字时，我已经忍不住喜极而泣。农种成功时，我一直没哭，因为人在极大的喜悦时，反而是懵懂的。一直到刚刚，我终于从懵懂中清醒。我成功了，新农种问世，我做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梦想。郭老师，郭老师！极大的喜悦下，我昏倒在地。再醒来，身上插了很多管子。有不少人围在我身边，他们有些陌生，有些让我感觉陌生到熟悉。宏远，记忆里的声音增添了沧桑。我回头看他，模糊的眼神聚焦，是尹怡人。40年不见，他老了，头发花白，多了些岁月的沉淀。都出去吧。哄闹的人群退去，
只剩下我和尹怡人。他摸了摸我的脸颊，笑出了眼泪。你老了，但更帅气了，很高兴还能再看到你，尹怡人。我沙哑着嗓音回应，每说一个字，都感觉身上在疼。别说话，医生说你这几年没有好好吃饭，身上大大小小有不少疾病，都那么大的人了，也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，不知道是不是想到我命不久矣。尹怡人红着眼眶，悄悄拂去眼泪。没关系，我爸妈呢？40年载，我对爸妈的恨早就消散，现在临死只想见见他们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给了我生命，在吃不饱的时候也没有丢弃我。爸走了，他死前我还去看过他，他一直在后悔当年没有好好对你，但你别原谅他。他的临终忏悔无非是你弟弟没有好好孝敬他。宏远，你不欠任何人的。还有妈妈，她老了，得了老年痴呆，你弟弟不愿意管她，但你别担心，我给她找了最好的养老院，平时也会花时间去看她。你呀，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尹怡人替我掖了掖被角，缓和过来的我也来了力气打趣，那你呢？这些年和林然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自己的孩子？时间冲淡了所有情感，在提起时，我只有衷心的祝贺。尹怡人笑了，他的眼里带有怀念。你那个时候可不会这么跟我讲话，你最讨厌他了，怎么可能允许我和他成婚？你都说了那是从前。我的话让尹怡人掉出眼泪，他摩挲着我沟壑纵横的手掌，泪水滴在我的掌心。宏远，你受苦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当年如果不是我，你也不会走上这条路。我没有和季林然结婚，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，你再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我清晰地记得尹怡人护季林然的样子，没想到他们居然没有结婚，这确实让我有些唏嘘，但也仅仅是唏嘘。尹怡人，我不怨你，也不怪你，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与你无关。你还记得吗？认识的时候我就说过，我想让全世界人民吃饱饭，我只是为了我的梦想奋斗，你没必要愧疚，耽误自己这么多年。你走吧。我冷下脸，把自己的手藏回被子。尹怡人固执地想来拉我，但被我喊来的人代理。春去秋来，我在医院治疗了半年，最终还是到了弥留之际。这半年来，尹怡人试了很多方法，就像我们谈恋爱时一样，想突破门口守着的人进来看我，但无一例外，他都失败了。因为2颗紧靠的心早就远离，我不爱他了。只有一方想见面的时候，是见不到的。死亡真正逼近那天，尹怡人还是来了。他爬上了窗外的树，手上挂着我年少时最喜欢的气球，他用力地挥舞着。我露出微笑，含泪闭眼。这一辈子，我完成了自己的梦想，爱人所爱，也有人爱着，不管那爱来得多晚，但我想值了。就像那个乐观的拾荒老人，日子清贫，却不忘帮助更困难的人。人生在世，知足莫强求。番外，尹怡人，宏远的奖是我替他去领的，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高度。台下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带着期盼、感激以及数不尽的歌颂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明白，宏远这些年的坚持都是为了什么。在绵延无尽的大山，有着许多吃不饱饭的孩子，他们像野草，自立不息地活着。而宏远是那雨露，他带着数不尽的期望，拯救了一座又一座大山。这是我永远到不了的高度，也是我们之间无法横跨的鸿沟。尹女士，你有什么想告诉大家的吗？密密麻麻的声音中，我已经表达不出自己的感受，但我想，如果宏远站在这里，他一定会说，我完成了自己的征程，但漫漫长路，还有更多的征程需要新的血液去克服。吃饱了饭，
我们就要想要富裕，富裕了，我们就要想着带更多的人富裕。人生来就有自己的用处。我如实转告了这些话，赢得一阵轰鸣的掌声。但我知道，这些掌声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了郭宏远。他很勇敢，也很优秀，没有人该去嫌弃他黝黑的手掌，因为那双手托举了无数家庭的期望。后来，郭宏远去世了，他跟我说，他从没有怨过我，最后的时间段也不肯见我。但回望他这一生，我还是觉得他太苦了，真的太苦了。他的父母没那么爱他，他的未婚妻抛弃他，可这株生长在夹缝中的野草，依旧绽放了不一样的光彩。所以我想，下辈子我就不要再遇见他了，因为郭宏远完成了自己的大爱，他该去幸福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